恶的资本家自己跑去国外度假，让我在这儿熬夜加班改方案。哇，这 AI 人看起来不错啊。江婉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刚刚明明还在加班，可这触感丝滑又结实，还有这芥末脸，这眼神，这嗓音，天啊！别说话，你说干什么？江婉莹，你这梦里吃的也太好了吧，简直就是赚到！放肆！一个侯府夫人，满嘴污言秽语，成何体统？哟，脾气还不小，快让我看看系统建构的腹肌。看来本侯的套很合你的意。恭喜夫人，终于与侯爷百年好合了。瞧瞧侯爷对您多好，这些都是夫人的。我是大夫人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是呢，府里都传遍了，说夫人昨夜总算拨云见日，把侯爷留了下来。昨夜睡了个天花板级别的人物，今天又得这么破天的富贵，这梦我都要再续500年。给大夫人请安，侯爷的赏赐礼已到，您可看仔细了。半人高的红珊瑚一件，香掐丝珐琅脚踏，和田玉玉如意摆件，缂丝花鸟瓶，赤金蕾丝镯一对，猫眼石首饰盒。都是给我的，这哪是小小的侯府，这分明是阿里巴巴宝藏洞嘛！我这牛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稀罕宝贝。夫人，您快些梳妆，按规矩，圆了房就该得去给老夫人敬茶请安。请安？请什么安？我的时间岂能虚耗于繁文缛节之上？本夫人要去 shopping， go go go！ 夫人，这与理不合啊！我要买下整条朱雀街，我要拿18房男妾，我要夜夜笙歌。夫人，莫非是魔障了不成？祖母，您定要为这儿做主啊！这几日姐姐不知使了什么办法，迷得侯爷昏头床下，竟赏了他满屋金银首饰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连规矩都不顾，已经圆房，却迟迟不来向祖母请安，这成何体统？圆房了，哼，越发不像话了。哟，这是咋啦？放肆！给我跪下！我？祖母您瞧他，毫无侯府夫人的模样，分明是没将侯府的规矩放在眼里。江婉莹，你眼里可还有我？帮我把东西放回屋子吧。大胆！竟敢对老夫人不敬，老奴这就教教你什么叫侯府的规矩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我都没惹你们，在我自个儿的梦里还能让你个 NPC 给欺负了，反了天了！反了，当真是反了！给我教训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！老刁奴，我是你主子，何时轮到你们动手动脚？你们的规矩又学到哪儿去了？祖母，您看看。她哪还像一个温婉守礼的侯府大夫人？这若传出去，靖安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江婉莹，今日若不跪下认错，我靖安侯府绝容不下你这等泼妇！我跪下来给 NPC 认错？你有病吧，老夫人！我看江婉明定是得了失心疯，就该关起来灌静心药才好。你台词还挺多啊，
怎么就没一句好话？我上班的时候忍气吞声也就罢了，现在我自己的梦里还能认你这种货色作威作福？你看清楚了，谁才是正经的侯府夫人？一个侧室整天上蹿下跳，搬弄是非，该吃药的是你！祖母救我！你几个老妖婆也敢骑我头上？我看谁敢！今天谁碰我一下试试，我掀了这侯府！看来是要家法伺候，来人！警告：您已绑定侯府国邸游戏设定，当前处于游戏世界，若在游戏中死亡，将永久滞留小说中，无法返回现实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游戏世界，不是梦。如果死在这里，就回不去了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！给我教教他咱们静安侯府的规矩体统。放肆！我看谁敢动他，给我退下！真儿，你来的正好。他目无尊长，言行无状，竟还动手殴打老仆，欺辱真儿。若不严惩，家规何存？老夫人，侯爷息怒，大夫人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如若不惩戒，只怕日后难以服众。依我看，就该拖下去，重责20板，让他好好长个记性。祖母还是太心善了，这里何时轮到你插话了？祖母息怒，江婉莹有错，自当管教。但再过几日，府中就要举办1年1度的赏花宴，祭奠花神，京中勋贵女眷皆会到场。若此时重罚大夫人，传出去，恐损侯府声望，徒惹非议。那依你之见，他今日如此放肆无庄，难道就此作罢？不如让他将功折罪。今年赏花宴一切筹备操办，全权交由他负责。这并非易事，痴心费力，若办得好，便算抵过；若办不好，到时再行惩处也不迟。祖母以为如何？好，就依你。对，这个主意甚好，我定当。警告：游戏设定人物因告发他人贪污酷饮，将被其害死于赏花宴。什么鬼？这哪是将功补过，这是叫我去死！No， 坚决不行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能不能再商量下？怎么，自认无能？姐姐若是怕了，此刻认错领罚也还来得及。只不过20掌，不知能否受得住。不接，现在就可能被打死。接下来或许还能多活几天，没关系，还有傅征啊，我得想办法让他和我破局。孙媳领命，定当尽力办好赏花宴，不负祖母与侯爷所托。侯爷，你我虽是夫妻，门是关了，可这青天白日似乎不太妥当吧？况且眼下性命攸关，我哪还有心思跟你风花雪月？不必装糊涂，说，你刚才嘀嘀咕咕说的是什么？难道是我说错话了？我没说什么。还不说实话？若真的出了事，我可帮不了你。好，我说，沈清渊他莫府中酷淫，我猜他若是知道我查明了此事，定会憋个大招，想要害死我。可我不能死啊！侯爷，我的好夫君，如今这府里我能倚仗的只有您了，您得护着我，不然我怕是活不到赏花宴那天了。倚仗我，倒很识时务。据本侯所知，你也并非不贪财，难道侯府的酷淫，你就从未动过心？若不然，你查沈清源是为什么？说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原本的江婉莹又不喜欢傅征，为什么帮他查沈清渊呢？侯爷明鉴，我既是侯爷的人，自然要对侯爷的东西上心。沈清渊所贪乃不义之财，我岂与他同类？真的吗？当然，侯爷在妾身心里的位置至高无上。既如此，若你还想每日安然见到一日太阳，在证据确凿之前，管好你的嘴。沈清渊的事，一个字也不准提。知道，多谢侯爷提点。为了不丢侯府的脸面，赏花宴的会事无巨细的过问。日落之前想出一够新颖能让本侯满意的赏花宴方案。日落之前？
这未免太……今夜，本侯自会去你房中细聊。今夜细聊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妾身等候侯爷。哼，这么多偶像剧可不是白看的。傅征，要不是这里只有你能护我，我才懒得费这劲。你回来啦？忙了一天，累成狗了吧？累成什么？我是想问侯爷累不累？妾身可等了您好久，就盼您指点赏花宴的方案呢。宾客名单呢？都在里面呢。帅哥就是帅哥，连味道都不一样。名单与往年应当相同吧？老夫人说要把楚月瑶、楚姑娘也接来，这人是谁啊？傅律，怎么了？侯爷，属下已查明，江婉莹姑娘，哦不，是夫人，在入侯府前却与傅律公子多有往来，外边人都说是侯爷斩断了姻缘。傅律，赏花宴为何请他？他是侯府小公子，您的弟弟，赏花宴这等重要的家宴，请他不是理所应当的事，有何不妥吗？理所应当。江婉莹，你既已嫁我为妻，更有夫妻之实，为何还念那个数字？我喜欢傅律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隐藏感情线吗？这是祖母的赏花宴，祭奠花神的，就这般急着见他。侯爷此话从何说起？我依礼邀请府中公子，怎就成了惦念？你简直是欲加之罪！你若无心，何必特将他名字列出，还至于这般显眼之处？你讲不讲理？名单是按长寿尊卑排的。再说了，你自己可以娶2个老婆，我不过你个名单你就受不了了。我的侯爷，你这是真眼还是心眼啊？我都已经嫁你了，你还计较个啥？牙尖嘴利，看来你是忘了何为侯府夫人的本分。那你说说什么叫本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楚月瑶就是老夫人替你接来的，今天还特地派人来吩咐，有个远房表妹要来，要我准备大排场于赏花宴上迎接。她应该是个美女吧？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你还吃上醋了？迂腐，专横。好，本侯今日就让你知道，何为迂腐，何为专横。你要干什么？傅征，放开！正事还没说完。月瑶给老夫人请安，让老身好好看看你。这么多年未见，真是变了，再也不是小时候整日跟在征儿身后的那个小胖丫头了。都是孩童时的事了，老夫人莫要再提了，否则月瑶可要找个地缝躲起来了。你这小皮猴一来，老身就开心。这次来了，就多住些日子。月瑶听老夫人的，只要老夫人和侯爷不言月瑶就好。怎么会厌烦你？老身巴不得你一直住下去呢。这就是月瑶妹妹吧？果然生得好看，跟天仙似的。一路上辛苦了，回头我让人给你收拾最好的院子。多谢秦姐姐。好家伙，还真是大美女啊！开席了！这是何意？成何体统？好好的佳肴不摆在桌上，倒是摆在四处，像话吗？好好的佳肴不摆在桌上，
倒是摆在四处，像话吗？这不是妇律吗？长得确实不错，温润公子款，难怪傅征那个醋坛子会吃他的醋。这侧脸确实能打，放现代土土的古风男神。可惜了。老夫人跟你说话，你没听到吗？什么？老夫人说了什么？祖母，姐姐或许是一心求新，只是这自助饭终究失了我侯府庄重之意。不知情的，怕是要觉得我们静安侯府没了待客礼数。这岂不徒惹他人笑话？被你弄得还不如那市井酒铺，竟由客人自取餐食，传出去，我静安侯府的脸面往哪搁？拜托，这可是自助餐。你说什么？自助餐？月瑶瞧着不错，姐妹们往年居坐席间，如此用餐，倒更显欢愉自在。妹妹行家，老夫人，孙媳可是参照古朴所在百修宴略作调整，所以称为自助餐，取的是自在许用、助兴添欢之意。宾客依各自所好选菜，不拘就例，反更能尽兴。说下去，此举省去近半适应人力，膳食浪费也大为减少，实际所用银钱仅达往年开支的一半。你说什么？笑话！当我们静安侯爷没银子了吗？用得着你如此甚好。你入府这些日子，也算干了件叫我满意的事。可是，老夫人，快开席吧，月瑶都饿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开席吧。得嘞，上菜。看来这江婉莹也并非全无章法。杀手，双男主夺嫡，侯府宅斗全谋。女配江婉莹因揭发沈清云贪污而被害死在赏花宴。不对啊，我明明没按照游戏剧情揭发沈清源贪污，为何还会有杀手出现？难道无论我怎么做，都还是会死在这赏花宴上？杀手游戏剧情，你说的是什么？你为何这么坚定的认为自己会死在这赏花宴上？究竟有谁要害你？我就是知道，就是有。怕什么？有本侯在。要被杀的是我，你当然不怕。宴席上人多眼杂，你就跟在本侯身边，不要乱碰。哼，小贱人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！这好端端的百花宴，花怎么都谢了？可不是吉兆！天啊，百花顷刻凋零，此乃大凶之兆。祖母，定是有人行止不端，触怒了花神。姐姐，莫非是你为了与富律公子私通，诅咒侯府，来日好与他私奔不成？我私通？私奔？二夫人休得胡言！就算当年我跟江婉莹有过旧缘，可自江婉莹嫁给侯爷，我与她早已将过往放下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和你本来就没关系啊！姐姐又在说什么疯话？果然该来的都来了，花枯了，栽赃了，连傅律都跳出来澄清了，全套戏码齐活，这剧情真是又狗血又刺激啊！不行，不能让那杀手悄无声息的靠近我，然后杀了我。我得闹大，越大越好，闹到所有人都看着我闹，他就不能下手了。你疯了不成？
母面前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！反了！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妇给我拿下！冤枉我私通，那你自己呢？老夫人，侯爷，我今日便要在此告发沈清渊。沈清渊暗没侯府库银3万两，千真万确，绝无虚言。一派胡言！你有证据吗？杀手就是证据。沈清渊得知我正在暗查此事，唯恐东窗事发，要杀我灭口。江婉莹，你口口声声说有人要杀你灭口，杀手在哪里？他们方才就在那边，此刻一定还在府里。好，那老身就让人搜，若是搜到了，老身替你做主；若是搜不到，那就是你污蔑真儿，构陷侯府，罪加一等。禀老夫人，都搜遍了，没有刺客。江婉银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祖母明鉴，江婉银纯属污蔑，定是他自己贪淫作假，反来害我，他才是包藏祸。搜查无果，这正说明刺客非外来之人，而是早被匿于府中隐匿之处，或者根本就是府中之人。沈清渊，你安排的真是周密呢，这等心机演技，不去争个奥斯卡影后真是屈才了。姐姐，你岂能空口污蔑？难道是侯府家法如无物？祖母真儿冤枉啊！姐姐她这是要逼死你，还要演戏？够了！江婉莹，冲撞尊长、污蔑他人是事实，我看百花凋零也并非是偶然，定是你言行失德，招致祸障。若不严惩，家法何存？侯府颜面何存？老太婆，你也是个脑残的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下此毒手？是大夫人要对老夫人不敬，难道任由这疯妇伤人不成？20大板，给我打！祖母，事情尚未查明，怎可私刑处置？侯爷息怒，祖母也是依家法行事。姐姐若早认错，又何至于……住嘴！今日之事定是要查个清楚。自然要查，可这个悍妇也难逃惩戒。今天不将这泼汉之妇拖出去重打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来人，给我拖！我靖安侯府容不得这般丧德败行、触怒神灵之妇，休让她污了我侯府门楣！祖母，江婉莹是个女儿家，怎能用如此重刑？是她自找的。老夫人，如今她肯定悔过了，惩戒一下就罢了吧。滚开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今日谁再敢动她，休怪本侯剑下无情！傅征，你竟要为这祸水忤逆祖母不成？侯爷，您醒醒吧，为这种女人顶撞祖母，何至于此？祖母全是为侯府、为您着想啊！您快放下她，让祖母息怒。祖母，若侯府规矩便是视人命如草叶，枉杀无辜，那这规矩不要也罢。他若今日而死，孙儿便让这侯府
彻底换一番天地。侯爷，今晚沈清渊绝不会放过我，他一定还有别的法子，你一定要救我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。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要离开这儿。离开？你要去哪儿？傅律，他要对付你，他要夺侯府，你要小心。你说什么？相信我。你与他不是有旧情吗？你说的这些，要我如何相信？你说沈清渊要杀你，你又凭什么认定杀手就是他安排的？我是会护着你，可是你说的这些实在没有凭据，如何定案？证据。侯爷，老奴求见。进来。侯爷，我们家夫人说的句句是大实话呀。她是为了侯府，为了您才遭此大祸，求侯爷替夫人做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说。管家权不能给沈清算，他有了权柄，自然什么事都敢做。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交给本侯。顾左右，侯爷有何吩咐？从今日起，调一队侍卫守在夫人院外，没有本侯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本侯倒要看看，这侯府里究竟藏着什么牛鬼蛇神。侯爷，属下已查明秦氏贪墨库银一事，证据确凿。此外，近5年间，秦氏以各种名目侵吞府内银两，总计不下3万两。好个秦氏，这是想要搬空我整个靖安侯府啊！至于赏花宴上百花凋零一事，属下查过，那些花的确并非自然枯萎，而是被人提前以盐水浇灌根部。花匠供认是秦氏身边的丫鬟翠儿指使，许了他20两银子。盐水浇根，花期未至先枯萎，再嫁祸于人，哼，真是好。只是刺客一事，属下尚未查到确切线索。去，把沈清渊带来。是。不对劲，实在不对劲。江婉仪那个贱人怎会知道我贪墨的事？难道是那个庶子假意与我联合，实则在背地里出卖我，另一边也在怂恿那个贱人与我为敌？你这个蠢货，自己蠢还想着别人出卖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筹谋之事，倘若有他人知道，不管是谁，绝不能活。哪怕是江婉仪一个女人而已，挡不了我的路。我要的是整个侯府，你乖乖的帮我弄钱，最好给我安分点，否则我出了事一定拉你下水！管好你的嘴，好好为我办事，否则……秦夫人，侯爷有请。现在你给本侯好好解释一下，这些账目究竟怎么回事？侯爷，这些账目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妾身冤枉啊！2年贪墨3万两，还把萝卜卖出了刁价沈清渊的，你当真以为本侯是傻子吗？侯爷明鉴，妾身侍奉侯爷这些年，兢兢业业，从无二心，这些账目定是有人伪造，意图陷害妾身。是吗？江婉云，一定是江婉云，她和妾身因得老夫人喜欢，也成了你的亲事，与她平起平坐，就心中不甘，所以蓄意栽赃。赏花宴上，百花因盐水浇灌而枯，也是江婉银栽赃。妾身对天发誓，妾身不知此事啊。那刺客呢？那日宴上的黑衣人也不是你的收据。冤枉啊，侯爷！妾身指天起誓，此事与妾身无关。若本侯不信呢？一个字也不信呢？你当如何？侯爷若不信，妾身只能以死明志。不是要以死明志吗？看来你不冤。来人，这秦渊贪墨库银，构陷主母，按侯府家法贬责30，举出侯府。
爷饶命啊！侯爷饶命！我看谁敢！老夫人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请饶命啊！真儿毕竟是大家闺秀，又长家不久，哪知道这些账本的事？即使有错，定是被小人蒙蔽。他顶多就是个监管不力，杖责实在太过。祖母喜欢沈清月，但也不能包庇太过。你为那江婉莹说话的时候，难道不是牢牢相护？何曾顾及老身的颜面？那么祖母说，该如何处置？就罚他半年月薪，以示警戒吧。也罢，就依祖母所言。可沈清与管家不利，便要交出管家职权，待江婉言伤势恢复，府中一应事务全权交由江婉言打理。啥？等，我不行的，侯爷，我哪懂管家呀？你是本侯的夫人，侯府当家主母，不行也得行。也是，我现代职场精英可不是白当的，那些个管理方法还不能拿捏他们。行，从今以后，这侯府我管了。从本月起，侯府上下按岗考核分3等9级，甲等赏银5两，乙等赏银2两，丙等起扣月钱。以前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搞这些？哟，大夫人这是唱的哪出啊？老奴在侯府当差30年，从未听说过什么鸡还能烤出禾。这侯府的规矩可不是凭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凭我是当家主母，凭着管家之权是侯爷亲手交给我的，你还有问题吗？好，大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夫人，您可拿个法子啊！就凭他也想立威，那就给他上剂猛药，让那贱人知道，这侯府不是他想折腾就能折腾的。老奴这就去办。都别干了！嬷嬷，这老夫人的午膳还没备好呢。不干活才有赏钱呢，这是沈夫人赏的，让你们歇歇。有这好事啊！有这好事，感谢嬷嬷。荒唐！偌大一个侯府，连口热饭都没有了。去把江婉欣给我叫来。老太太千万莫生气，姐姐才当家，疏忽也是难免的。老夫人息怒，此事我定会好好调查一番。要不您先喝点热水垫吧垫吧。你说什么？得，穿小鞋虽迟但到，上班被领导穿小鞋，穿越到了侯府还得穿小鞋。我就应该开个卖鞋店，这么多小鞋不如拿出来卖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有啊！老太太千万息怒。我听闻京城有好些个味美酒楼，不如咱们今日去那儿尝尝。还是这姑娘人美心善。你呀，最是会哄我开心。这是。老太太莫生气，平时真儿当家都会多备一份餐食，就怕有个万一。姐姐此次刚掌家，难免有所疏忽，还是要多谅解她。方才见姐姐对餐食一事一筹莫展，妹妹实在担心祖母饿着，这才赶忙命人抓紧烹饪出来的。祖母快尝尝，还热着呢。好家伙，这茶艺水平，哥现在能开培训班了。听闻老太太正发脾气，是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侯爷，江婉莹虽是长家人，却人微言轻，连奴才都管不好，这一切都是江婉莹的不是。还是请妹妹持家有道，府里上上下下都听妹妹的。可能是平日里大家习惯听我的安排做事，姐姐突然掌家，大家都不适应呢。比剑谁不会？是，妹妹说的对，都怪我抢了你的掌家权，你心里不痛快也是应该的。妹妹厉害，府里人都服你，我使唤不动，我理解的。你。都给我住口！我看还是真儿当家有方，
知道老身爱吃些什么，备下这些吃食，不像有些人当家当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真儿，今日之事你也看到了，若非真儿心思细腻，持家有方，这整个侯府不是闹笑话吗？祖母说的是。是，你的真儿可忙坏了，又是准备餐食，又是给我挖坑的。江婉莹，老身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3天之后侯府的下人你还是管不了，就把管家权交出来。3天就3天。侯爷，人带到了。这是做什么？夫人，就是这老易带头闹事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奴也是听人吩咐啊，是秦夫人，是她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别干活，给大夫人难看的。侯爷，他就是个牛马，您还是放了他吧。哎呦喂，瞧着多可怜啊！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放了，我看就该活活打死，拖出去。饶命啊！侯爷，饶命啊！你打死一个张嬷嬷，还有李嬷嬷、王嬷嬷、张嬷嬷，这府里上上下下几十号人都不听我的，你能把他们都打死？妈呀，整得我都共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有自己的办法。你当真要自己解决？侯爷，您这就外行了。牛马分2种，我这种埋头苦干型，还有他们这种纯纯领导枪膛里的子弹，指东绝不打西，给狗粮就敢拆家。我特别知道怎么让这种牛马造反。不过嘛，得先跟您借点东西。借什么？银子。求人办事，是不是该有点诚意？傅征，你叫夫君。夫人，侯爷让人送来了一个大箱子。知道了。是银子，白花花的银子。够吗？够，这么多银子，侯爷您就是再生父母，财神爷转世。我要搞招聘 ，boss 直聘。灵儿，给我更衣，我们去劳务市场直接招人。各位，想嗑瓜子聊八卦出侯府随便聊，现在收拾东西走人。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凭这个。开工！现在，立刻！现代还有劳动法约束着，在古代可没有。5条腿的蛤蟆难找，2条腿的仆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。我有的是。以后库房我说了算。我敢打赌，没几天沈夫人就能夺回掌家权。草地不错不错，这才是当家夫人的该有的感觉。我们凭什么走？听清楚了，我们不走！对，我们不走，让江婉婷出来，告诉她老娘说什么也不走！哎呦喂，大家伙儿快瞧瞧，这就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烧的可真是旺啊！夫人把我们这些为侯府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给撵出来了，天理何在呀？就是，库房的钥匙我管了10年，连个耗子洞在哪儿我都门儿清。他倒好，连库房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吧？继续。凭什么当家主母？沈夫人在的时候，我们日子过得多舒坦，该歇歇，该唠唠，活也没耽误。你倒好，弄些不知底体的生瓜包包进来，能顶什么用？不出3天，准本出大乱子。
大夫人嘴上说的好听，要省银子，可省下来的银子指不定进了谁的口袋呢。我们这些老骨头挨着人家的眼了呗。侯府迟早败在他手里，我们不服，我们要见沈夫人，我们要沈夫人回来。你们说我都给我闭嘴！骂的可真够欢声啊！说我不会当家，说我刻薄寡恩，说我瞎折腾。那你们呢？整日里在这嗑瓜子聊闲天，打盹打牌嚼舌根，拿着侯府的月钱干着摸鱼的勾当，带仙拉屎都没你们这么理直气壮。你们还有脸说我不会当家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娘我当牛做马的时候，好歹 KPI 妥妥当当完成。老板再脑残，就算在我心里做了头七，我也不敢指着 boss 脸骂。你们可真行，说什么该歇歇该唠唠活也没耽误。呸！灶是冷的，裤是乱的，茶是馊的，还说我不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反正我们为侯府立过功。说上吧，功在哪儿？功在嗑出来的瓜子沙，还是睡出来的口水叶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请他们出府！我这当家主就是刻薄寡恩，专治各种不服。爽！这破主母当的比当社畜还心累。行了，好戏从现在开始，算是开。秦夫人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大夫人换了新人，把我们全都赶出来了。朕没了活，我们拿什么养家？不是您说的吗？不给他干活就能拿钱，我们可都听着您的话呢。您可不能过河拆桥啊！我是那个女人当家，你们找她要钱去，找我干什么？可我们是听了您的话才会落得如此下场啊！我们在侯府当差几十年，现在被赶出去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是你们的事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既如此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走，找老夫人说理去。老夫人，求您给我们做主啊！又怎么了？秦夫人贪墨侯府钱财，指使我们做假账虚报采买，那些钱都进了她自己的腰包，还让我们给大夫人使绊子。老夫人可以去查，这些年在侯府贪墨的银子都叫她搬娘家去了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做过这些？老夫人，千万别听他们胡说。老夫人，请看，这些都是秦夫人亲笔签的单据，每一笔都有她的印章，我们不敢胡说。我如此相信你，你却做出这等事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老夫人明鉴，并非我要这么做，是顾什么？快说！是顾祖母，他不仅贪墨侯府钱财，那赏花宴上百花凋零之事，就是他指使下人做的。你血口喷人，分明就是你！秦夫人，莫要再狡辩了。是我，都是我做的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贪墨酷淫的事，指使下人给大夫人使绊子，也是我做的。赏花宴上的事，都是我安排的。还有在赏花宴安排刺客之事，也是你做的。我没有，就算我要害你，我也总会要杀人。不是你。大夫人，您就别问了，再问下去，侯爷和您只能更生气。老夫人心里也不痛快。老夫人，珍儿就算罪该万死，可从未要杀人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够了！沈清源贪墨酷淫，构陷主母，指使下人代公，按侯府家法，从今日禁足于后院厢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你来干什么？还嫌我不够惨吗？我来还你东西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用我母亲和宝妹的性命威胁我，利用我，又把我当鸡仔这一般丢弃，不得好死！我和你谁先死，咱们拭目以待，好好待着吧。老夫人，今天的茶是用新倒的龙井泡的，您尝尝。月瑶啊，还是你贴心。你来府里这些日子，我瞧着是真好。侯爷身边正是缺一个像你这般贴心之人。老夫人，月瑶以为大夫人行事虽别具一格，
可他对侯爷的情谊坚如金石，将来必定能成为侯爷的贤内助。江婉莹确实有点小聪明，也深得真儿信任，可她做事莽撞，毫无章法。依我看，实难康侯府主母之位呀。静安侯府不是还有老夫人您长着呢吗？就该找个像你一样的知书达理、温柔贤惠的人替真儿分忧啊。老夫人，这好孩子，老身知道你的心思，这事儿啊，老身心里有数，会替你好好谋划的。多谢老夫人。本月侯府总开支320两，比上月省了整整30两。厨房、库房、采买各司运转正常。知道了。孙琦推行了一系列办法，赶走了一批蛀虫，光月钱就省了。你是当家主母，不是账房先生，老身不看你怎么省的，只看你拿这个家当不当得好。沈青云当家那会儿，虽说也有贪墨，可府里上上下下井井有条，你倒好，折腾了1个月，也不过只省了30两，也没见他强到哪里去。老夫人，省30两，你以为很……怎么这么小的事情你也来邀功？侯爷说了，沈清源贪了去的，得再省回来。是啊，可按你这个省法，老身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。前任卷款跑路叫管理有方，我熬夜通宵，累死累活，当成废物了。你等不到那一日，我等到不就行了？你说啥？婉莹说，老夫人教训的是，孙琦再想想办法。切，提意见谁不会，就知道动动嘴皮子挑刺。夫人，你叫我？夫人，其实妹妹知道一件事，不知能不能帮到夫人。太好了，你说说看。侯府在郊外有一处庄子，那庄子本就是为了供应侯府餐食而生。这么好，侯府每年花在外采上的银子，少说也有几百两。若是那庄子经营的好，完全没有必要外采。自家庄子种菜供应侯府，这不就是古代的中央厨房加供应链吗？如果能把庄子搞起来，省下的外采银子可不是小数目。农书？你怎么开始研究这个？没办法啊，大老板要压缩成本，我只能掏空心思想新的方案。上个月省了30两，老太太还嫌少。这个月要是省不出60两，怕是要被当着全府的面开批斗会了。如果光靠节流，那势必要降低府内生活水平，这老太太肯定要说，所以得开源，从源头上下功夫。妾身听闻，侯府在郊外有一个荒废的农庄。那庄子原本就是为了供应侯府餐食的，种菜、养鸡、养猪，自给自足。如果经营得好，侯府就不用外采了，一年少说省几百两银子。那庄子荒废多年，不堪重用，所以才需要人去整顿啊！我有计划，有方案，有……不行，田庄太苦，你去了受不了。我不怕吃苦，我连挨打吐血都经历过，还怕种天？那也不行。理由？没有理由。总之不行。你总得给我一个能接受的解释吧？那庄子上都是粗俗之辈，你以为你治得了府里的人，也能治得了他们吗？胡闹！他们要是知道我是带领他们一起致富的，还不把我当活菩萨？哼！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吗？跟我玩说一不二！哼！侯爷，您为夫人准备这么多，夫人肯定乐坏了。去请夫人。好嘞。侯爷，夫人不见了！什么叫不见了？属下去夫人院里请人，莲儿说自晚膳后就不曾见到夫人。难道去了庄子？属下问了，守门的说并未见夫人出府，说明夫人人还在府里，但不知道夫人哪儿去了。查，翻遍整个侯府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本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完了，这次怕是要命丧于此了。你们是谁？
我是静安侯夫人，你们若敢动我，侯爷绝不会放过你们。那你就等着侯爷来救你吧。两位大爷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我按照你们雇主给的双倍，不，10倍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们今日放了我。你自己花吧，我们不要钱。好热啊！我要死了吗？这给我喝的什么药啊？婉莹，你跟我在一起吧，无论你怎么做，傅征还是会娶别人的。今晚你是我的，江婉宁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你是知道的。我让沈清书帮我贪墨侯府的银子筹钱，我知道你在查他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护着你。侯爷，整个院已经搜遍了，还是没有看到夫人。不可能，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继续找，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。是。婉莹的耳环，等一等，去后院小山旁的江婉莹，我喜欢你，我真喜欢你。待我成了晋安侯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夫人。夫人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侯府夫人，你放开我！等我承袭了晋安侯爵位，整个侯府都是我的，你也只能是我的。傅征，你这个白痴，你在哪里？这个药劲儿太猛了，我就要撑不住了。婉莹，在里面吗？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婉莹，你没事吧？傅征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再晚来一步，就可以直接给我收尸了。婉莹，大夫人这症状像是喝了那种药。今晚的事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杖毙！是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傅征，这水好冷，好冷。你别乱动，先把药醒了，我去给你添热水。男神，不要走！又做春梦了，这身材绝了，这芥末脸我喜欢。江婉莹，你可要看清楚了，我究竟是谁？告诉我。傅征啊，我知道你是傅征，晋安侯天花板级别的帅。那个傅律占不了我的便宜，但我想占你的便宜。完了，我闯祸了。现在知道害羞了，昨晚亲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被下药了，不算数。告诉我，是谁下的药？
不知道，只看到是2个人，一胖一瘦，好像在赏花宴上的看到过。所以赏花宴上的杀手真的不是沈清源安排的，只是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，而是给我灌那种药？江婉莹，你只需要好好休息，这些事交给本侯去解决。庄子胜，你去吧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府里的确有问题，我不能让你有危险，到时候本侯亲自去接你。成交，侯爷您放心，我保证把庄子整顿的井井有条，1年省几百两银子，不在话下。我的天哪，傅正，你撑不起我啊！这里和变形记确实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夫人，这地怎么都荒成那样啊？土质不差，弄成这样，就是这儿的人不干活。你看看这些菜苗，种下去就没管过吧？草都比菜高了。你就是城里来的夫人吧？你们种的地是专门供应侯府餐食的，可你们看看这地种的什么东西，都没人管。侯府养着你们，你们就拿这个交差。这地不好，天不帮忙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你们这就是懒挨饭了，晚期没救了。放我们公司早被优化3回了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们夫人有的是法子。只要你们好好干，保你们往后的日子比现在好过。说的好听，你一个城里来的，懂什么叫种地？呸！你们等着瞧！如侯爷所料，近日京城里似是出现了可疑之人，行踪诡秘。果然来了，只是经济防卫森严，城门盘查森严，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属下也觉得蹊跷。可更要紧的是，昨日截获的敌军密信里，竟提到了咱们要调兵支援西北的路线。属下担心，会不会是咱们这边有人私通外敌，泄露了军机？军里都是我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跟着我出生入死多年，断不会做出这等叛国之事。恐怕是府里出了问题。难怪江婉莹会出事，看来是有人要毁了我顾家，取我而代之。该不会是……侯爷要如何做？江婉莹已经送走了，也该清理府内。我倒要看看这藏在府里的住处到底是……从今往后，每户分1块地耕种，种什么上缴多少都按规矩来，收成由侯府统一采煤，余下的尽数归各家所有。家人们，此处不该有掌声吗？啥？剩下的归我们，好的都尽着你们主子挑，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这本来就是侯府的地，那你倒是把我们赶出去啊！我们可是几代人在这里干农活了，侯爷都不说一句话，你想改制就改制。我昨天可都打听清楚了，你是侯府老夫人不待见的小娘们儿，跑我们这里搞什么包产到户，骗谁呢？这可是侯府的地，你想做主，给我砸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听见没有？住手！夫人，您这是着凉了，奴婢这就去烧些热水，一会儿您先喝些热水发发汗。别着急，我没大事儿，就是病得真不是时候。项目刚启动，项目成员个个给我罢工，还是古代牛马比较牛。我当牛马那会儿，随叫随到还不敢顶嘴，真是世风日下。夫人，您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们现在要做饭，你烧水碍到我们了。再说柴火就这点儿，你要用柴火，自己上山砍去。你如此对待夫人，可没好果子吃。饭还没吃饱呢，还吃你果子？呸！怎么哭了？他们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气不过。夫人您都病成这样了，他们连口水都不给烧。不必与他们争执，我没事，普通感冒而已。3天后，到时候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职场铁娘子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冷成这样？你不冷吗？
怎么这么烫？夫人，您且等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救人吗？求求你了，给我们一床被子吧！夫人发高烧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。瞧什么瞧？他自作孽，怪谁？不是侯府的夫人吗？自己都活不成了，还想着管我们种地，连床被子都没有，滚！莲儿，夫人，您要什么？您说，莲儿都给您去办。水，我要水。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别吓我啊，夫人！我不会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吧？府长，我恐怕是熬不过去了，不能等你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心慌的这么厉害？婉莹是不是出事了？顾左右，备马，立刻去庄子，快！侯爷，现在这都后半夜了，庄子离这儿远着呢，要不等天亮了再去？现在立刻马上！再多说一句，军法处置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备马。婉莹，一定要等我，千万别出事。夫人，喝点水吧。莲儿，要是有梨，煮点烫的梨水，应该能好个大半。梨，好，我这就去拿咱们的吃食，去隔壁村换点梨和小米回来。莲儿，水，我要喝水。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皇后，我倒好，种地挨罪还被下药，为了抠指标跑到荒僻地方发着烧受罪。该不会是傅征来了？说，靖安侯傅征在哪里？你是谁？傅征，真的是你？别怕，我来了。傅征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痴心妄想！别动！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你永远别想知道！夫人，您看，小米还有梨，我还换了些驱寒的药，你醒醒啊！快请带。夫人的伤势怎么样？侯爷，夫人体内热血已入肺腑，再不退热，恐怕什么？说，恐怕命不久矣，所以需尽快给夫人散热。最好的办法是用冰奔，可这荒郊野外的，无处可寻得冰。还有没有别的法子？或许可借助自然之力，比如山间凉风激流湖水降温。总之，要先夫人的体温降下来。立刻备车！
傅征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，还是已经上天堂了？傻丫头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烧退了，还好。我若不来，谁给你撑腰？本侯让夫人来庄子，是让她来管理这庄子的。你们竟害得夫人差点丢了性命！这是谁的主？自己站出来受罚，否则所有人一起罚。侯爷，小主人再也不敢了，求侯爷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侯爷，他们是有错，但罪不至此，只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要不给个机会吧？可他们差点害死我，不是还没死吗？再说了，杀鸡儆猴没意思，我要的是他们能踏踏实实的干活。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后您说啥就是啥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我不记仇，侯爷也原谅你，但我的规矩你们得给我牢牢记住：包产到付，多劳得得，这事儿得做。年底谁家收成好，我自掏腰包奖励。怎么不乐意了吗？愿意，100个愿意。我说话算话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再偷懒耍滑，今天欠的账。这块地属之一种菜，东侧挖塘养鱼，卖鱼增收，塘泥肥田；西侧搭棚养鸡养猪，分肥还田，全程循环无消耗，经营妥当，侯府每年能省下数百两采买开支。你对着一片荒地也能说这么久？这叫规划，想清楚了再动手，才不会浪费时间和人力。这比实际种地更重要，懂不懂？往后谁再敢动你一根手指，我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放心，我带着他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，他们还不得把我当活菩萨供着？婉莹，恐怕你暂时还不能回府去。为什么？赏花宴上的杀手，恐怕要杀的人从来都不是你。那晚我才从侯府出发，杀手便出现了。这一次是冲我而来，上一次必定也是。千万不要回府，留在这里，我会派人保护你。等我来接你，听话，乖。一定不能出事。等着我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连个名分都不能为您争到。怎么急了？傅成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靖安侯吗？如今府中上下有多少人听你的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靖安侯府待你不薄，竟敢如此恩将仇报！待我不薄？傅成，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！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是你们口里的庶子了。当年你母亲为了保住地位，害死了我母亲，她凭什么在这里野香火供奉？当真是一派胡言！傅成，我告诉你，这靖安侯府早晚是我的！勾结敌国细作，陷侯府于不义，指使沈庆生贪墨扩银，构陷主母，逼他替你顶罪，甚至派杀手潜入侯府，欲行刺本侯，桩桩件件都敢死！傅成，你以为你还能得意多久？这个侯府很快就不是你的了！侯爷，不好了，宫里的锦衣卫已经到府门前了，要抓你归案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差使靖安侯傅征勾结外敌，泄露城防机密，意图谋反，着即押解入宫。钦此。是你，侯爷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照看好这个家。自然也包括江婉莹。侯爷得罪了。傅律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本侯回来定会把你千刀万剐。征儿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孙儿？他是靖安侯，是朝廷的柱士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老夫人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请您留下，不要妨碍公务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征儿是冤枉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他。
月瑶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弄成……姐姐，傅律出事了。傅律他，傅律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傅律他掌控了整个侯府，陷害侯爷通敌叛国，侯爷已经被锦衣卫带走了。他把老夫人软禁在房里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府里现在全是他的眼线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前天晚上趁看守打盹儿，从后院的狗洞翻墙逃出来的，马车赶了整整1天1夜，才走到这儿。我得马上回去。傅律，你这养不熟的白眼狼！祠堂是顾家列祖列宗的安魂地，你拿着你娘的牌位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是要掀了靖安侯府的天吗？你说错了，我是侯府正经骨血，我娘本是嫡妻，全因你搬弄是非，她才被困偏院惨死，我也从此受尽白眼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你娘是自作孽不可活，与我何干？毒妇，你还敢如此说？今日我便要替我娘讨回公道！二爷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经不起你这般折腾。住手！傅律，你可知道你娘她有没有脸面放在这顾氏祠堂？你口口声声说你娘是侯府明媒正娶的嫡夫人，你才是嫡子，那你倒是问问她，她配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知道你娘顾张氏是怎么死的吗？傅律已经疯了，他自认是嫡子，觉得侯爷占了他的位置，还逼着下人唤他侯爷，稍有不顺就打骂众人。我这才知道了他的身世，老夫人藏了几10年，正是为了侯府名声。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当年那个侯府明媒正娶的嫡夫人，虽出身名门，容貌出众，可背地里却不安。嫁进侯府不到半年，就和他的表哥有了私情，还生下了你。你说，若不是老侯爷怕家丑外扬，丢了侯府的脸面，忍着认下你这个庶子，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儿吗？不可能！我娘是被傅征他娘陷害的，从始至终我才是嫡子，是傅征抢了我的位置。连你母亲自己也知道丢人，她生了病，药食不进，活活把自己熬死了。不是别人害死了她，是她自己不愿再活在这个笑。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清楚，你只是不愿承认罢了。你瞒我瞒得好苦啊，竟与他苟且这么多年。我本就与表哥两情相悦，若不是皇上乱点鸳鸯谱，又岂会被困在侯府牢笼里？如此，你便可以与他有了孩子。只要不伤了彻儿，我随你出征。你恨了傅成一辈子，恨了老夫人一辈子，恨了整个侯府一辈子。可你明明知道，你根本就是恨错了人。闭嘴！我是嫡子，所谓侯府地位，包括你，都应该是我的。你娘私通生下别人的孩子，放在现代，法院判离婚的时候，你娘还得净身出户。你所谓的嫡子，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。笑话又如何？傅征已经完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受尽白眼和冷淡，这一切都是顾家欠我的，傅征欠我的。所以你就陷害他？不错，傅征通敌的罪名是我一手安排的。你能怎么样？他已经下狱了。这侯府现在是我说了算。傅律，恐怕这次不能如你愿了。你怎么可能？锦衣卫明明把你带走了。你诬告我通敌，陛下早已看穿，特意陪我演戏，就是为揪出你这个通敌叛贼。从头至终，你都只是一颗棋。我们走。
游戏主角即将离世，宿主系统任务被迫结束，即将返回现实世界。10、9、8、7。宴席上人多眼杂，你就跟在本侯身边，不要乱跑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害了你。等着我。4，我要救他。3，就算他是个纸片人2，就算这一切只是游戏1。我也要救他。别过来，谁都不许动！你敢！静安侯府是我的，爵位是我的，你们谁都抢不走。你本来也是我的，一直都是。可是后来你眼里只有他，你为他改革侯府，为他掌家，为他做一切。在小黑屋里，你中了药都不让我碰。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你就去下面陪我吧。反正本来也有人要你死。傅律，你别胡说八道。赏花宴上派杀手的是你，最卑鄙的人就是你。从始至终，我想对付的只有傅征一个人。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舍得害你呢？你想知道是谁要杀你吗？不是我。其实一直都是。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傅律那个逆贼，他没有伤害您吧？好孩子，我没事，都没事了。你看看你伤成这样，还惦记着我。老夫人对我恩深义重，我一直把您当亲祖母，本该护好您和大家，终究还是让您受惊吓了。好孩子，你做得很好。我早已把你当自家人，今日你舍身相护，侯府绝不会亏待你。真儿，你也看见了，月瑶舍命护我，这般忠义之人，侯府不能辜负。等他伤愈，便纳她为你的夫人。娶了她，祖母，我向来喜欢月瑶，想把她留在府里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可我不能负了江婉言。我并非要你负江婉莹，只是月瑶在府中孤苦无依，我实在心疼。让她与江婉莹同为夫人，也能有个依靠。江婉莹那般懂事，想来不会不肯。恕素儿不能从命，我绝不会让江婉莹受半点委屈，更不会娶其他女子。老夫人，请勿为难侯爷，不求报答那之事，能侍奉您，我便知足了。好孩子，你不必替他说话，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。放肆！婚姻大事向来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若真为江婉莹着想，就该答应这桩婚事。从此一家人和妻难道不？大猪蹄子还想三妻四妾，早知道我就回去了。我放弃归乡机会留下来，你却要去旁人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留下来的。你为了救我，没有回你的世界。你都知道了？在祠堂里我都看到了，你眼睛里的世界，还有你的犹豫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你不是原本的江婉莹。你喜欢自由，你受不了委屈，你不爱守规矩，嘴里还总说些我听不懂的话。你跟他完全不一样。我本来就是看你长得帅，想占个便宜而已，谁知道经历了这么多，还真动心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要娶楚月瑶，你背叛我。江婉言，我愿意守护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为了侯府，我必须去楚月瑶。侯爷，您让我放的那张假城防图已经传到敌军手里了。果然如您所料，傅律虽死，您身边的细作还藏着。这只老鼠藏得够久了。属下这就去排查府中所有人，定要把他揪出来。不急，既然他急着送功劳，
我们便让他送得更尽兴些。传令下去，按原定计划，3日后佯攻西城门。属下明白，主人。东西已经送到军营，主将说，若能拿到靖安侯私印，便是大功告成。待我明日嫁入侯府，做靖安侯夫人，侯府尽归我掌，复生兵权，大丧江山，早晚皆。侯爷，月瑶愿与侯爷两不相负。你当真甘愿安分做我侯府夫人？当然，能嫁给侯爷是妾身3生有幸。从今往后，妾身定当全心全意侍奉侯爷，与侯爷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侯爷，侯爷！妹，洞房花烛夜不在洞房里陪着侯爷，怎么匆匆忙忙出门啊？姐姐，侯爷酩酊大醉，我去厨房熬碗醒酒汤。厨房？去厨房需要带着侯爷书房的钥匙。说，你到底要去书房拿什么？姐姐，你别逼我，你若当没看到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可我看到了，来人啊！侯府有贼！你真是找死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侯爷，是江婉意要害我。2人赏花宴潜入侯府伺机刺杀我，恰逢江婉莹揭发沈清渊贪慕，众人目光齐聚沈清渊，刺客无从下手推责。沈清渊顶下罪名，所有人都认定刺客是他派去针对江婉莹，无人疑心。不是这样的，侯爷，不是这样的。刺杀失败后，你又唆使傅律构陷我通敌叛国，想借傅律这个傀儡顶替侯位，奈何傅律执念嫡子身份，不肯听你摆布，你便趁他作乱，打算除掉江婉莹，借机嫁养。不是这样的，不！直到傅律差一点说出你的计谋，给杀了他，借着伤势博得老夫人同情，想顺理成章许配给侯爷，然后又蒙赞要迷晕侯爷，是想拿私印，对不对？你们胡编乱造！我是没有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楚月瑶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老夫人的远亲，你是西戎派来的细作！一派胡言！我长于京郊，怎会是西戎细作？侯爷不愿娶我，也不该这般污蔑我。这是从傅律房里搜出来的，他这个人活在阴暗，日日观察着府内所有人。你的古怪，不止本侯一人发现，连傅律都觉得不对劲。每一件怪异的事，他都记录了下来。那又如何？傅律是个疯子，他写什么做什么，与我何干？我耐心有限，今日肯如实交代所有人情，或只激你一身。倘若嘴硬到底不肯招认，那你的亲族老小满门覆灭，到时候再后悔已然来不及。你们究竟布局了哪些事？快说！我是西戎派到侯爷身边的细作，我的任务很简单，混进侯府，接触到侯爷手上的城内布防图，然后向西戎传递消息，仅此而已。我并不想害这么多人。呸！那是因为你借刀杀人。你脸皮可真厚，承认自己是潜伏已久的敌国戏镇很难吗？你把江婉莹从庄子上接回来，以为计划周密，却百密一疏。一个大家闺秀怎么能连夜找到30里外的庄子？怎么敢独自翻墙出府？祠堂里你持刀刺杀傅律，出手很准干脆。一介闺阁女子怎会有这般身手？你早已私下温婉伪装，还不速速招供？原来如此，果然是靖安侯。你真的很幸运，有人愿意拼了命的护着你。把他压下去。
太医，宣太医！江婉莹，江婉莹！做梦。郑萌萌，策划案好了没有？甲方马上到了。要是还没弄好，我会把你从窗户口扔出去。郑萌萌，你听见没有？好啊，我在窗户外面等你。可惜，只是一场梦。什么离谱的甲方，坏了我的美梦！开完这个会，必须把梦续上。夫人，终身契约，考虑一下。